那到底死了有多少人？这我可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在哪儿爆炸。你刚才说，你老婆收到抚恤金了？对，收到了5万块钱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周长路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们的工作有疏忽。这是工作疏忽。周长路，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，你必须老实交代。有多少矿工死在1020井下瓦斯爆炸上？有多少人没有在死亡名单上？我们搞得不准确。怎么个不准确法？我来解释。这个瓦斯爆炸呢，辨认尸体比较困难。这个张冠李戴的情况呢，这有时候也有。这是张冠李戴吗？老曲啊，你让他慢慢说嘛。我现在回想了一下，这个虽然说名单上没有李相虎，但是名单上又多了刘家贵嘛。这个下面敛尸的时候，一定是把李相虎当成刘家贵了。那秦玉宝你怎么解释？秦玉宝，这秦玉宝本来就不在统计之列啊。再说他现在活着，那总比死了好啊。你这是用什么态度对待市里的审查啊？在你的思想里边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你把矿工的生命当什么了啊？是草菅人命。这是我的错误，我没话可说。你们让你跑！你们干嘛？就他妈让你跑！你小子冤在我手里边！他妈的！你让你作证，你干嘛捅我？你们林书记，我说2句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说吧。据我们了解到，没有在名单上的人就有好几个，这还不包括李相武和秦玉宝。这说明遇难的矿工远远不止8个。几位领导都在，恕我直言，为什么到现在事故的调查工作还停留在8个上面呢？池记者，你想有几个？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，是吗？如果你们害怕事儿大，当初呢就应该加大投入，保障生产安全。我们现在做的也不是马后炮，调查事故的规模，确认事故的性质，这于国、于民、于党都是必须的。钱庄的陈福祥、张树森、张树林兄弟，还有许全这4个人，没有一个在名单上。可是他们都在事故中遇难。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死人还没有被列在名单上。矿上没这几个人，更不存在这几户家属。那是你们事先得到通知了，没准是你们把那几户家属藏起来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？谁通知我们把那几户家属藏起来了？
谁通知你们了？你们心里最清楚。好了，大家别扯远了。我看我们还是集中于今天有证人的这几个人，大家看怎么样？林书记。他们偷着家伙来了，来了几个人？有几十个人呢！赶快撤，赶快跑！别跑！来，你跑！来，没事。你跑！来，别跑了！哎，快点，来，小亮，小亮，来，快点啊，快进上去走了。我再说两句。就算是在这个范围，我觉得周矿长也不能自圆其说。按照周矿长说的，他错误地把刘家贵的名字安到了李相虎的头上，这不对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刘家贵和李相虎的家属都收到了抚恤金？周矿长又说，要算上秦玉宝，这也不对。因为秦玉宝的家属也收到了抚恤金，这不就奇怪了吗？按照周矿长给我们提供的名单，只有8个人，怎么现在起码发了10份的抚恤金呢？难道周矿长这么糊涂，这么大方？所以，这只能说明，现在最起码存在着一份10人以上的名单，而这份名单是没有交给市委的。现在是不是应该交出来呢？我同意，应该有一份10人以上的抚恤金发放记录。周矿长，把那一份抚恤金发放记录拿出来吧。没有，我只有8个人名单。这说得过去吗？这个问题呢，周矿长向我汇报过，我应该负责任。现在的矿工管理呢，可以说不只是在我们这里，可以说在全国，除了国有大矿以外，普遍都存在管理混乱。现在的下井工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工，流动性比较大，不好统计。你刚才说你承担责任，你承担什么责任呢？当时呢，周矿长跟我谈过这个情况，他讲死亡人数很难统计准确。我当时因为紧张，谁碰到死人谁都紧张，因为死8个人是一个性质，死10个人呢又是一个性质，我很着急。等清理过事故现场以后，周矿长告诉我只发现了8具尸体，我就同意了，按8个人上报，按10个人呢发抚恤金，其中2个实际上是失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瓦斯爆炸以后，离爆炸点近的地方，尸体的损坏程度是相当大的，经常出现残缺不全，或者是被炸飞，所以在人数统计上很难达到准确，在尸体辨认上也可能出错。事故发生以后，按我们当时统计呢，是失踪了10个人。可是，在我们清理现场后呢，发现呢，只发现了8具尸体。周矿长呢想上报8个人，我也想上报8个人，就上报了8个。我们的初衷呢是良好，一是怕夸大事故在社会上引起不安定，再是怕死亡人数过多，给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带来不利。直说吧，也是怕因为我们工作失误影响到各位领导的仕途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10户家属，
抚恤金呢，就按时互发了。好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、什么动机，这都是弄虚作假。这看怎么说了。实际上8个人是实的，因为跑出来2个人。跑出这2个人，为了把抚恤金眯起来，还躲起来，直到今天才让我们知道。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歪打正着，你们这种处理事故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。如果真的死了10个人呢？你们这不是欺下瞒上又是什么呢？我承认错误。我们主观上确实是想把事故控制在8个人以内，主要责任还是在我，这些点子都是我出的。高维权、邹长禄，要不是池记者、杨记者，他们善于发现问题、认真调查，我看你们连这点错误也不能承认。是，我们感谢2位记者对我们的监督。这没有他们，我们还不知道跑出来2个人呢。我看今天调查先到这儿，明天我们继续。林书记，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没有算了的意思。明天还要继续吗？几位矿工家属今天晚上都安排在政府招待所住下。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事儿不对劲儿呢？走吧。就这样吧。老师，还是坐我的车吧。小卢啊，哎，打开。是你们放的？林书记，是矿上过节发剩的一点东西，拿走。哎，长路，林书记的脾气你又不知不知道，快拿走，快点，快快！两位上车。啊。我觉着您今天这会结束的太快了，您要是多开一会儿，他们就盯不住了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就算他们承认死了10个人、12个人，又怎么样？也没瞒报几个嘛。你们说死了50多个人，就要拿出50多人的证据才能定性。别着急，我让曲书记再跟他们的会计，这次事故究竟死了多少人，是开会就能开出来的吗？老曲不是走了？老曲会抓紧的。明天你们继续参加吧。啊，不了。市委对这个事故能这么重视，
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盯下去了。再说，林书记，我们还有点别的事儿。不会是对我的工作方式、方法有意见吧？喂，李成啊，下午我和王海礼谈了2个小时。这样吧，待会儿我给你打过去。哎，好的。大鱼啊，史立强他们真有胆子搞下去吗？我就为服他这股劲儿，为了跟我妹妹离婚，我把我妹妹好一顿骂。我看这个事儿还没过去。是啊，假如池立强和杨明丽得到林飞清的支持，对我们来说会非常的不利。如果林飞清今天晚上要是真的上了冯丽萍的床，那事情就应该有一个伟大的转折。我警告你，如果记者他们再发生什么意外，看我怎么处理你。是。好。来，听。林书记，再见。再见啊！再见。好。老池，林书记这个人，你摸得透吗？我们不管他了，这个人要么城府很深，精明过人，要么靠不住。林书记，那个冯小姐在九重天等您呢。去九重天。那个，那你开会的时候，那个冯小姐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。行了，这是我的毛巾，先这个，再擦点油。哎呀，不擦了，就是好闻。好了，杏芳，现在你们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个，那护矿队的人还吓唬秦玉宝呢。来，杏芳坐这儿。所以啊，现在必须把他们嚣张气焰打下去。来，杏芳。不是，你吃吧。吃。哎，我吃过。你们谁认识火葬场的人？啥火葬场？哎，火葬场有用吗？刚才开会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有证据的地方，不应该只是北山柳家窑矿。那天在处理事故的时候，应该有证据的地方，还应该有火葬场。火葬场肯定应该有记录，可是火葬场肯定也被买通了。哼，那帮家伙干啥？肯定真下手了。那咱们可以试试看嘛。 6月份我爹去世火化那会儿是我办的，我托熟人找过火葬场的孙经理。市里只有一个火葬场，就一个。还能联系上吗？那人不大正经。不正经可以让他正经。 池局长，要是市里头不怎么向着咱们别动了。你看你这说的啥话嘛？哎，小伙，你回去以后把你和矿上订那个合同给我找出来，我有用，啊，哎。
吃点。是。喂。啊。哦，你等等啊。来，你的。找我的。啊。喂，明丽，我是秋萍。哎，秋萍啊，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了，你们家没人接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别打那个电话了，咱们见个面好吗？这样，我去见秋萍，火葬场的你们去吧。哦。哎，明丽，秋萍这个时候提出来想见你，肯定是黄向天的主意。也好啊，这样我会更安全。我没有退路，我也不打算退。你要去火葬场？好，我给你派车。喂，林书记现在在九重天，他来见冯丽萍了。就这样啊，再有情况赶紧打电话啊。高总，他上套了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叫你这么长时间你也改不了，这说话总是不顾头不顾腚的。谁上套了？那个林飞清到九重天去找冯丽萍去了。要不是曲书记打电话来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你们看火化记录。你看吧，10月24日，北山柳家窑矿送来8人，姓名、身份证号码都有，就这些。你这上面刘家贵，他还活着。什么？活着？嗯，就是他，刘家贵。对，把你身份证给经理看看。哎好。来，飞进来。嗯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另外，还有他的弟弟，也就是这个女同志姓方的对象，叫李相虎。他也在这次事故当中遇难，他们已经收到抚恤金了，但在你这里却没有他的名字。还有，看，钱庄的陈福祥、许全、张树林、张树森也都遇难了，都应该在你这里火化，你为什么没有登记啊？你们可别胡说啊！我是照方开药啊，送来多少我烧多少，嗨，其他的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他妈的，这姓氏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！火葬场那地方，别说是晚上，想想心里都发怵。我说你少捣鼓，一会儿捣鼓出一个真的，你就傻了。杯子来用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妈妈，我想我尿。哦，好，而且来撒个尿，谢谢哈。来，秋萍，自己加糖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秋萍，你告诉我，孩子他爸爸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呀？不是，我还没说那人是谁呢。我不信，你愿意看我闹心吧？秋萍，那你告诉我了，你为什么要搬家？没有搬啊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嗯？你上学的时候就不善于撒谎。明丽，你昨天去我家是带有目的的。
我真不敢想象，你还会算计我。我怎么会算计你呢？我也没有说想刺探你私生活的意思，只是我最近呀，一直忙着调查北山柳家窑矿1号井事故的事儿。有人告诉我，说1号井是你承包的。今天上午，我才知道1号井的事儿，死了多少人？起码有40-50人。我会吃官司吗？那些人太可怜了。是啊，秋萍，你忍心看那些无辜的人一眨眼就没命了吗？想听到的你也说了，我不打搅你了。目前这几天，对于西平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。你先休息，啊。你不要走，飞信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是有责任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阴险的。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坦诚地说，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，我就真正的爱上了你。我有了和你在一起，设计未来的欲望。我觉得呀，你现在需要勇气。如果没有孩子，我可能会下这个决心。可是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有孩子也是一样啊。我觉着呀，你现在应该找一个能跟你一起建立一个健康家庭的人。你说，你就说那天吧，我躲在你们家的衣柜里。我真的替你难过。你说你都成什么了？啊，你都成什么了？简直就像他的性奴隶一样。明丽，你别这样说。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唉，明丽啊，你还没有嫁人，好多事儿你都还不懂呢。孙经理，我想刚才曲书记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会说得很清楚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调查的呢，是有关北山柳家窑矿1020事故的真实情况。孙经理，这个事故是在10月20日中午就已经发生了，但是死难矿工的尸体是10月24日晚上才运到你那儿。矿上从一开始不承认有事故，到后来承认有事故，他们已经经过了一次瞒报，可是现在还在继续瞒报，在死亡人数上瞒报，对吧？据我们了解，24日晚上被运到你这儿来的死难矿工的尸体起码有40具以上，可是从你这儿开出的单子呢，只有8具。孙经理，你还想贪污尸体吗？我贪污尸体干什么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这可是1是1，2是2，我这儿根本不存在着非法焚尸的情况。再说，送来的尸体每一具都有死亡证明，我才接收。哎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！
我能吃官司吗？我能对得起死难矿工的家属吗？那我问你，我弟弟李相虎的遗体到哪儿去了？这你找不着我，你又不是我的客户，你没把你弟弟的遗体送过来过，你只能去找矿上要人，跟我说不着。我们连夜来找你，不是无理取闹，也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无理取闹，是吧？反过来说了，你也比矿上更担不起责任。我们全市就只有你这一家火化厂，你又是这个火化厂的第一责任人，你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吗？不是我愿意不愿意，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其他市、黄市、河池市也有去火化的。哎，你怎么专门到我这儿来找我的麻烦啊？看来经理是不想改口了。哼，但是我相信，24日晚上送到你这儿来的尸体，绝不止8个。我还相信，你也不敢不准确的登记。只不过嘛，你可能对外有一种登记，对内呢，还有一种登记。这只是你的想象。我问你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我把4个证人都请来了，这就是证据。我说过了，我跟他们没有关系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承认了8个人的名单，那么这8个人的骨灰现在在哪里？骨灰第2天让北山柳家窑矿取走了，骨灰盒也是他们矿上买的。在你们这儿买的？对。有单据吗？单据在会计那儿，会计门锁着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在这胡搅蛮缠了。那好，既然咱们的谈话这么不投机，那就谈到这儿。不过我最后提醒你一句，我是个记者，他们都是家属，请你记住了，你今天晚上每说的一句话，以后是要负责的。走，咱们走。啊，这呢是我的名片。你如果想改变主意，或者还有什么补充的，可以打电话找我，找纪委的曲书记也可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这应该还有个女的吧？是有个女的，昨天晚上和我一起住在招待所。你们在西平可是有名的人物呀！我要知道是你们，我刚才的话都不说了。你已经说了，再见。是这样。你没看他那脸都白了吗？他肯定是矿上的同伙。哎，他肯定收了不少钱，这钱他都敢收。哎，我看呢，他敢收。一个是谁知道有人来查呀？再一个，万一出事儿，把真记录交出来不就完了？石记者，我真佩服你们，真不愧是省城里来的，这说话办事就跟我们这里的人不一样啊。我们这儿的人啊，都麻木了，死几个人根本不当回事儿，根本没像你们这么较真的，家属也没像你们这么较真的。庆芳，你不就是挺较真的吗？石记者，咱得抓紧点儿。有句话我说不好，那井下面可能有人活着呢。我下去过，那里面太大了，你说不准哪个地方就有人窝着呢。他们俩不是从那儿爬出来的吗？庆芳，我是想跟你说，但没说出口。其实井底下有水，要再有点干粮，
活个10天8天的没问题。我都不敢老这么想着了。下午他真的给我鸵鸟行，上车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好。喂，啊，是我，说。刚才他们都来过了，训池的记者是带头的。我知道了。你说实处了？你知道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就行了。老板还谢你。可惜呀，今天晚上没什么收。不，我倒受了启发。明丽，我求你件事儿，看在咱俩是老同学的份上，你答应我吧。秋萍，咱们俩之间不存在谁求谁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我和那个人的关系，你们别再追究了好吗？我们现在也没追究啊，将来也不再追究。永远不要和别人说，好吗？秋萍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人如果这么搞下去，他早晚会出事儿的。他出了事儿，就什么都会抖搂出来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可是，我们的感情确实不错，他也过得挺苦的。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家庭，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。你想过这个没有？也许正是因为你们这个所谓的家，他才承包了1号井。你知不知道承包一口井要花很多钱的？他哪有那么多钱？这钱肯定不是他自己出的，说不准啊，他还收受了什么人的贿赂。你说吧，你不离开他，也可能就是害了他。已经都这样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从来没有问他要过1分钱，也没有让他买过1件衣服。可是他都已经想到了。秋萍，你不会要求我连1号井事故的事情都不再追查了吧？我本来想说的，可我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哟，宝贝儿，咳嗽了。秋萍，你实在太可怜了。明丽，你好好的，宁可不结婚，也要把对象找合适。再见啊，秋萍。再见。你多保重啊。哎。啊，再见。我只知道你叫我来，我就高高兴兴的来了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高高兴兴，高兴的心头发颤，好像又回到了初恋的日子。
原来你并没有叫我来。可你却不愿告诉我，是谁跟你说我叫你来？我还有你，已经陷入了一场可怕的阴谋。如果你真是无辜，喂，林飞星在你那儿？对。你呢？给我盯着点儿。林飞清早就走了，他在这儿没待几分钟。什么？林飞星走了？林书记嘛，你耐心听我讲几句，是公事儿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好像我们之间非要有公事才能通话。我这里有1箱钱，满满的1箱钱，就是到车站接我的那会儿人送来的。你要是来不了，就派人把钱拿走吧。刚才你在的时候，我忘了。